最近几天，原本已经要僵持的乌俄战场再次激烈起来。乌军在前线各区开展不间断的反击行动，赫尔松方向再次取得进展。反观俄军机场、基地轮番遇袭，冬季作战，乌军或将进行大规模导弹、无人机袭击。下面我们就来聊聊乌军冬季作战的战术。就战场情况来看，乌军冬季的战术就是袭击、袭击、再袭击，使用导弹、无人机远程打击俄军基地。11月9日上午9点30分左右，乌克兰使用导弹摧毁俄军在赫尔松的基地，造成至少20人伤亡。这是俄联邦安全局其中一支部队的临时部署点，整个基地被夷为平地。目前还不清楚乌军是如何侦察到地点的。同一天，乌军首次使用无人机投掷3枚集束弹药，袭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一家黄油工厂，没有人员伤亡，但工厂遭到破坏。在这个冬季，乌军将使用自行研制的导弹与无人机持续对俄罗斯基地和俄本土发动袭击，这2次袭击只是其中一部分。11月7日，乌克兰还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塔甘罗格军用机场，乌军这是追着打。10月17日，乌军使用 ATACMS 袭击了比尔江斯克的俄军机场，一次打爆俄军9架飞机。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俄军被迫将飞机转移到俄本土的塔甘罗格军用机场。只是结果很可惜，转移飞机也没什么用。乌军的远程武器稍微有点多，就算不用北约援助的武器袭击俄本土，乌克兰还有改装的 S-200， 航程超过1000公里的无人机，袭击一个空军基地可谓是易如反掌。同时，根据战报显示，11月7日，克里米亚、新费多里夫卡以及贝尔贝克机场附近都传出了爆炸声。俄当局报告称，俄防空部队击落了17架无人机。11月8日，乌军使用海马斯袭击顿涅茨克的一处俄军设施，据称这是一所大型无人机飞行员训练基地，还用于部署步兵到顿涅茨克市以南的东部前线。11月9日，乌军总参谋部在早间报告中称，乌克兰空军对俄军部队的装甲集中地发动了12次空袭，并使用导弹发动了4次袭击。乌军塔夫里亚作战战略群指挥官报告说，乌军摧毁了一套俄军新型 S-300B4 系统。乌军第58摩步兵旅摧毁俄军2套 RB301B 干扰车。就实战状况而言，乌军除了火炮、防空，还有一个强项，那就是无人机。据统计，上周乌克兰无人机操作员打击了335个敌方阵地，击中了83辆装甲战车、72辆卡车、36辆坦克，而这就是乌军冬季作战的重点了。这点火力军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乌俄战场冬季的天气不适合大规模推进，远程打击是最好的选择。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适合进攻不意味着乌军不会进攻，在赫尔松方向，乌军进攻再加速。乌俄战线目前的局势可以用3句话总结：赫尔松局势恶化，阿夫提夫卡久攻不下，扎波罗热稳扎稳打。主角是谁？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其中赫尔松方向，俄军形势不断恶化；克林基方向，尽管俄军想要将乌军赶出克林基，但乌军已在定居点的大部分地区站稳了脚跟。同时，俄罗斯著名博主罗曼诺夫称，乌军正在用浮动运输机 PTS-2 将装甲车从右岸运到克林基。乌军无人机也已经对左岸进行扫荡，将乌军控制区25公里内所有俄军坦克摧毁殆尽。想要靠近这一区域的补给车辆也难以幸免。据称，在河岸附近村镇的俄军已经无法组织有效的弹药补给，就连撤离伤员都成为一种奢望。值得一提的是，乌军还把海马斯弄到了第聂伯河群岛，直接攻击俄罗斯的远程炮火阵地。在远程火力的优势下，乌军在皮德斯捷普涅以北取得的阵地比报道的要多得多。乌军甚至穿过克林基附近的森林地区，到达通向 M14 的 T206 高速公路。一旦乌军到达 M14 并建立纵深之后，使用架桥将更多装备运过河，机械化向克里米亚、扎波罗热推进将成为现实。基本可以确定，第聂伯河、克里米亚一线将会是乌军冬季用兵的重点。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乌军一旦走出河岸25公里的区域，将失去右岸大多数炮火的掩护，并且前面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一旦冲出去，很容易遭到俄军空中和炮火的打击，这个时候就需要 F-16参战了。就目前来看，乌军在赫尔松方向的攻击导致俄军局势不断恶化，装甲部队的运抵也在加速乌军的进攻。
一贯保守的战争研究所也表示，乌军在赫尔松左岸取得胜利，这也就意味着俄军可能要抽调部队来阻止乌军在赫尔松的推进。但如此一来，又势必会影响其他战线，比如扎波罗热。目前，扎波罗热前线的乌军主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最近，为了配合赫尔松方向的进攻，乌军重启进攻行动，主要在维尔波维附近。初步报告称，乌军在罗伯基涅以西的阵地有所改善。在科帕尼方向，乌军已经攻克了俄军一个重要防御工事，并进一步向涅斯捷良卡进攻。而且，乌军步兵已经控制新普罗科皮夫卡主防线。但是冬季作战，地面部队突进不太好，进攻速度注定缓慢。火力军觉得扎波罗热方向的乌军只需要等待一个机会，一旦俄军将部队调到其他方向，乌军就可以继续扩大攻势。现在使用无人机与远程火力消耗俄军有生力量就好，赫尔松才是主攻方向。不过有意思的是，俄海军陆战队将组建首个海上突击师。是的，各位没有看错，海军师。10月1日，俄罗斯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国防部消息人士透露，俄罗斯海军陆战队将会有专门的海上突击艇部队。目前，俄国防部正在研究这个问题。作为试验，第一个河军师已经成立了。虽然名字有点怪，但是作战任务大家都知道：打击敌方船只，实施登陆作战，并在河岸、湖泊和沿海地区对敌人进行火力压制。按照专家的意思，河军师组建之后，可以不再依赖陆军的工程装备，将显著提高海军陆战队的作战能力。不过，新部队详细的组织、编制架构、船艇型号并没有透露。预计其组成中将包括突击艇、火力支援艇、运输船和陆上特种突击部队。美国海军这边也有河川作战部队，负责在河岸和沿海地区进行安全保障行动，隶属于美国海军远征作战司令部。不过，对于俄罗斯而言，现在组建河军师太晚了，第聂伯河已经属于乌克兰了。至于阿夫迪夫卡方向，俄军还是老样子，久攻不下，损失惨重。其中北端的俄军继续孤注一掷，试图突破铁路线进入焦化场，但是踢到了铁板。负责该地区的主力部队是从南部调来的47旅。同时，俄军也没能切断乌军在阿夫迪夫卡以西的关键补给线，注定无法取得太大的进展。对比去年巴赫穆特的战事，俄军在阿夫迪夫卡只完成了一半，复制了瓦格纳的高伤亡率，但未能像后者那样基本完成对城区的占领。顺带一提，因为俄军消耗太大，现在正满世界找客户回购武器。自10月8日以来，俄军以不计代价的战术猛攻，没有取得相应的进展，也没办法扭转当前战场的总体态势，反而导致自己因伤亡惨重，丧失防守和未来的战斗力。同时，这也使得俄军的装甲战车损失惨重。11月9日，经过624天的战斗，俄军损失的装甲车超过1万辆，达到10014辆。从苏联继承了11个基地的装甲车辆都已经要用光了，现在都已经沦落到回购武器的地步了。11月8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正满世界回购之前卖出去的直升机发动机。在这一年中，俄罗斯与巴基斯坦、白俄罗斯以及巴西的官员举行了会谈，打算为其在战争期间损失的直升机采购发动机。鉴于俄制武器在战场上的表现，很多客户也愿意将俄制武器交换给俄罗斯。就比如埃及为俄罗斯提供了大约150台发动机，大概在12月运抵俄罗斯。作为交换，俄罗斯将免除埃及之前直升机、驱逐舰以及防空系统的债务，并继续以小麦公用的形式向埃及提供援助。在巴基斯坦，俄罗斯要求至少归还4台米 35M 直升机发动机。在巴西，俄罗斯想购买12台米 35M 发动机，只是因为巴西已经退役了这种直升机，似乎已经放弃了这笔交易。白俄罗斯则是向俄罗斯出售了6台米26发动机。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双赢。乌俄战争持续了600多天，因为制裁，俄罗斯缺乏原材料，生产周期又太长，而俄军损失了大量装备，急需补充。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造不如买。对于那些已经购买俄制武器的国家，刚好也有了一个可以反悔的机会。至于各国对乌援助，即将出现一幕有意思的场景：俄罗斯用自己的钱打自己。11月8日，季奇在东京举行的外长峰会上重申，尽管中东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但季奇对支援乌克兰的坚定承诺永远不会动摇。同时，美国国会已经在审议法案，俄罗斯被冻结的3000亿美元将被转移至乌克兰。这件事情早就有苗头了。2022年11月14日，在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上，有94个国家赞成，14个国家反对，73个国家弃权。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俄罗斯对乌克兰赔偿，这也为被扣押的3000亿美元如何分配扫清了法律障碍。
此前，比利时设立一项17亿欧元特别基金来支持乌克兰，资金就来自俄罗斯在该国被冻结的资产，而且法律层面完全没问题。对冻结产生的利息征税，爱沙尼亚政府也批准使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法律草案。11月7日，乌克兰外长库莱巴表示，欧盟几乎同意使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来支持乌克兰的决定。同一天，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支持一项利用没收的俄罗斯资产帮助乌克兰的法案。该文件授权美国国务卿使用从俄罗斯中央银行没收的资产，以及俄罗斯联邦其他主权资产向乌克兰提供额外援助。该文件还禁止向受制裁的俄罗斯实体返还资金，直到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并同意支付赔偿。目前，该法案正由美国国会审议。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高达3000亿美元，每个月产生的利息都有不少。这些钱正在被研究，如果在法律框架内转给乌克兰，按照美国和欧盟的想法，俄罗斯将用自己的钱打自己。火力军觉得很有意思。总的来说，从乌俄战场的各个战线来看，战场的主动权依旧在乌军手里，而俄军方面因为阿夫迪夫卡的惨败，已经缺乏后备兵力，而使用缺乏经验以及训练不足的动员兵来应对现代战争，将意味更大的失败。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各位认为乌军冬季能推进战线吗？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也可以在下方指正。我是火力军，下期见。